接下来我们带观众朋友来关心美伊战争烧出的美国经济泡沫的末日吗？会不会发生？我们今天一起来做评估。另外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油价狂飙、通膨失控引爆的股债双杀，这是已经在真实发生的事情哦。殖利率上看10%，另外呢，大家这个空头的部位已经创了16年的新高了。美股的泡沫会不会引爆？甚至有专家说暴跌80%，真的有可能美国经济失控吗？欢迎观众朋友留言跟我们做互动。如果您认为会，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不会，还早，留言写2来跟我们做互动。先来看，今天会分2个部分，先看美国债市的这个受的冲击重击应该这样讲。另外就是美国股市受的重击。美国债市的部分再度的拉起警报了，最新的市场动态，赶快来带观众朋友来看。现在呢，美国的财政赤字持续的失控，债务已经破了一个新高，超过了39兆美元。国际油价的部分，刚刚讲伊朗的部分就知道，现在压力越来越大。再来就是它的就业数据并没有现在看起来这么的不好，所以呢，降低了联准会降息的预期，所以呢，有可能接下来会打击到的市场信心，所以我们看到投资人就开始抛售美债了，推升美国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30年公债的这个殖利率多次的突破了5%，也创下了近20年的一个罕见的大关。现在投资人呢都在想说，我们现在买美国的公债，到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避险的功能吗？还是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呢？到底能不能买美国公债呢？那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的担心？其实美国公债部分现在承受4大压力，赶快来看到细节。第一个呢，刚刚讲了，美债因为现在的数字已经太高了，突破39兆美元，竟然占 GDP 的比重已经突破100%了，而且呢，光是债务的利息要冲破了1兆美元，让投资人非常的担心。第二件事情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中东战事，越来越多的金额跟经费一直花在这个战争当中，现在投入的成本，光是伊朗的战争已经375亿美元了，数字换算新台币竟然超过了1兆，而且美国还要持续追加600多亿，这个成本越来越高了。第三个事情是 AI 的投资造成的金融压力，大家也在看说 AI 会不会泡沫啊？而且你一直不断的在发新债，到底能不能回本啊？这是第三个。最后就是总和了这3个一直在加的成本花费越来越高，所以引爆了现在债务过高的风险。大家也在看说美债的信用评等会不会被下调呢？种种的压力之下，造成了这个美债的重击，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苑老师怎么看美债危机会不会逼近？我跟大家强调哈，美债是一个哲学问题。什么样的哲学问题呢？就是说你这个人的信用非常好，信用好导致呢这个信用可以贷款多少钱？比如说我的信用的话就是台大教授我要贷款的时候呢，一定比一个失业的人要高很多。为什么要不到钱的你跑到台大大门口讲，你们这些老师他妈欠债不还？我们校长陈文章丢不起这个脸就会把他叫起来，要处理这个问题，先处理再讲，这个就叫信用。现在美国就面对这个问题美国什么问题呢？你这边强调我跟你讲你刚刚讲的说殖利率上看10%，这个是乱讲的啦，殖利率上看5%的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你要拿殖利率，什么叫殖利率？就是美国发行债务的时候，那个债本身有利率的。然后呢，美国因为它信用好，美国信用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的国债可以变成一个大家定位价值的一个基础。就是美国10年期国债是所有定位价值，就是你想要求就是退休金的这个基金的话呢，他们就是确保要有收入的话，就买美国国债，这个是他的信用好。那美国信用好的话呢，但是现在的话，你欠债欠到39兆的情况下的话呢，大家讲的说，这个价钱往下滑，下滑的只好产生的利息叫做殖利率，这是第2种利息这个不是美债的利息，这殖利率就是你的美债价钱人家越不要美债，然后它的利息越高，为什么要鼓励你来买？就是美国就在玩信用，就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可以玩这个信用。说句良心话，美债要垮，没有人敢讲，因为美债一垮，全世界就没有信用可言了，这是第一点。第2点的话呢，这个战争我觉得有点浮泛。海格赛斯最近大家的这个东西不是稀巴烂，是喊多少就多少，这个你每个预算都要有单位的，它突然就涨了快90亿美金，这个在2月2号打到现在，就是才多少天？2月28，不到140天，你们乱喊这么价钱，所以美国的那个国会他们就觉得说，你到底有没有责任感？另外就是 AI 的泡沫。
AI 的泡沫真正的问题不是在美国本身的 AI 泡沫，而是在美国目前面对了大陆的 AI 的追击，因为大陆采取的策略都是开源的。你现在我最近的话，我今天要用这个 ChatGPT 的时候，马上就规定，我觉得速度变慢变笨，然后跟我讲说你每个月付20块，我又继续聪明起来。我就觉得开始要收钱，我赶快换那豆包去了啊！所以说这个是 AI 本身 AI 的问题，它不赚钱，不赚钱，但是投资量非常大。然后最后再讲到说是在信用的问题，前面3个因素结合起来，发觉美国本身在用钱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责任感可言。这个没有责任感可言的话，就是说你一个大财主，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是那个有个电影叫《活着》嘛，活着那个公子爱这个赌博什么的，每天签账，最后签到什么呢？最后他的信用是他那栋房子，最后那个房子就换人了。啊，那美国现在的话呢，就是那个霸主的地位，这才是美国真正跌下神坛的重点。美国跌下神坛不是他的军力，而是他的经济。好，那也请将军来帮我们看，就是美国现在已经债台高筑了，那他继续又说要追加更多的金额用在这一场中东的战事，会不会让美国的财政的压力更加的大？那厉将军又怎么看？美债问题不只是哲学问题，也是军事的问题。这个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知道美军、美元、美债是美国之所以保持它强盛的这种3大铁三角。我们知道，以美国它有一个强大的美军它就可以提供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安全的维护。那基于我可以提供你全世界安全维护，我当然就可以发行我的美债，然后全世界都会去买它的美债然后借着美债就维持它美元的霸权。我们讲个很简单的例子，譬如中东现在为什么这个美元可以维持这个霸权，就是因为它跟石油挂钩嘛。那为什么波斯湾地区的国家愿意用美元来买石油，就是因为美军嘛。所以我觉得美军、美元、美债这是3者合一的可是这3者合一虽然说看似铁三角，其中只要有一个这种破口破的话，我跟你讲3个会一起垮台，因为这3个是互相依靠的。那现在军事来讲的话，美军像这次伊朗这次战争就造成美军来讲的话，在军费上面的继续的持续的债台高筑，包括赫格塞斯他在众议里面他接受这个听证会的时候，他都讲这次光伊朗战争成本是375亿美元，那后续来讲的话，他还要再追加670亿，那已经是上千亿美元了。美国1年的国防预算来讲的话，也不过是1000亿美元，为了打这场仗，你等于就耗掉国防部这个美国国防部1年的财政预算。那你这种财政预算，你这个钱从哪里来？你还是要去借钱嘛，最简单的道理去借钱嘛。那为什么这次的战争让美债会面临那么大压力？当然，因为这场战争，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美国要借更多的钱来供养他的军队，来买他的武器；第二个就是推升油价嘛。这伊朗战争因为油价的推升，就容易造成通膨的失控然后尤其是现在，我觉得真的是雪上加霜了原来还只有荷姆兹海峡被封锁，那每天全世界大概能源来讲，有1/5要从荷姆兹海峡从这边出去。那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后，我们造成在前一波3月份的时候，每桶原油都已经上涨到120、130以上。那如果说现在更严重的，如果说是伊朗怂恿他的这种小弟这个胡塞组织把曼德海峡也封锁，那我跟你讲，那油价一定是更是飙升。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一下，沙特是最大的产油国，它原来的油都从哪里出口的？从这个波斯湾那边、北边那边出口的。那北边那边荷姆兹海峡走不通之后，它将它油运到南海这个港口这边，从红海这边再走曼德海峡出去。那万一曼德海峡也被封锁住，等于是这个沙特来讲，它没有一滴油出得去，那一定会推升这整个通膨，推升通膨的结果就一定怎么样？一定会美国 FED 一定会这个升息嘛，这是最简单的这种道理。如果说 FED 升息，美国现在以高达31兆国债的状况，它的利息支出会更多它现在每一年大概就要光付这个利息就要1兆美元。那如果说是这个 FED 在升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每天逼着这种 FED 主席要降息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国债太高。所以这场战争很明显的让美国，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吃不消了。那你在这种军事上面，你后续来讲，你怎么去发展你所谓的金熊计划或者是你 F-47战机或者你的川普战舰？我觉得这些都对美国来讲真的是在
做白日梦。我觉得后续来讲，你没有钱，你就根本就办不了这些事情，也没有国家会再敢把那么多的钱借给大家。后续来讲，我们看得到，可能就开始在抛售美债。好，我们现在是看到的是美国的经济双线重击。刚刚看到的双线之一的第一线就是我们刚刚谈的美债，那第二线的重击就是我们现在要来看到的美股。美股确实也是受到了非常大的承压哦，尤其在23号，光是这一天，美股的7巨头市值一天之内蒸发了7900多亿美元，创下2025年4月关税战爆发之后最大的一个跌幅。这当中科技股我们看到了，包括 Alphabet 跟特斯拉第二季财报因为表现不好后领跌，股价分别重挫7%、14%。特斯拉一天市值喷掉了2000亿美元。现在全球包括在美国的股市的部分这个他们的避险情绪升温之际，美股空头压住的规模也创下了2010年以来最高水准，逼近金融海啸。这一位是万年空头的专家胡斯曼，他警告，如果 AI 投资持续的降温，他认为说美股会处在历史上现在看起来是最投机的一个阶段，未来标普500可能最坏会重挫75%。而如将军刚刚帮我们特别看到的，如果美国的通膨在持续的升温的话，会迫使联准会做出一些动作，到时候美股可能面临修正，而且幅度专家说高达80%的一个修正幅度，非常的可怕。干哥怎么看？就昨天呢，一天之内蒸发快8000亿美金，7大科技股全面重挫。哪7大？你通通都晓得，好不好？亚马逊啊、苹果啊、Alphabet 啊、辉达啊，还有最厉害的就是特斯拉。特斯拉一家亏掉2000亿美金。我跟你讲，在那个马斯克的眼中，2000亿对他来讲，那根本就是什么金钱游戏，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不然的话，他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一天之内重挫这么多，所以现在就很多专家就警告他说：“我跟你讲，大家不要再去追那什么，去追那个很多幻想的 AI 概念股，你应该要把投资风险分散在估值比较低的企业。果然，估值比较低的企业，他们看涨。我刚才讲的那个7大科技股通跌，对不对？有3家上涨，哪3家 ？SK 海力士，还有哪里？美光，这种公司，它的股票上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叫做卖铲子的，在他们股市的那个术语里面说，这些公司都卖铲子的，什么意思？你知道？就卖铲子的，就是说他们就是做最基础的东西，因为他们不会去编织 AI 的梦想，所以像 SK 海力士、美光。他们反而是反弹了。那他们卖什么产值？很简单，他们就是高阶记忆体晶片，对不对？他们就是专门做这样子的。他们不会去编织一个梦，他不会像马斯克一样去说：“我跟你讲哦，我现在要投资4000亿的 AI 算力中心，在哪里？4000亿美金的 AI 算力中心，当然它盖成了以后。”它可能真的是 AI 里面的一个巨擘，但问题是在之前他所说出来都是梦，难怪胡斯曼要讲这个话。胡斯曼是何许人也？胡斯曼是华尔街非常有名的一个专门做空的专家啦。坦白讲，他在1999年的时候预测2000年会发生网络泡沫化，他的预测完全应验了。当时他就讲，他说这个已经是在历史上面美股不正常的高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2个字叫做投机。他今天又讲这个话了，胡斯曼他又讲了，所有高科技领域的公司跟企业，他们都在投资这个什么？他们都在投资这种不实际的投机的 AI 是非常非常大的人类的。这个科技的进步，可是，在你让它成为一个可以赚钱的工具之前，这个市场已经严重扭曲，所以标准普尔将来会跌掉75%，他直接预测标准普尔跌掉75%，然后呢，美国通膨的恶化会使联准会一直维持高利率，然后美股会有80%的跌幅。当然，胡斯曼被其他的专家笑说。
这个人哦，从头到尾就在你知道危言耸听。我跟你讲啊，他每次讲出来的话都吓死人。如果真的照胡适曼这样讲的话，那大家都不要活了。可是你再想一想，胡适曼讲的也是有一些道理啊。他说为什么你知道？我告诉你，现在这个赤字都建立在谁的身上，你知道吗？建立在政府在支撑，建立在美国的一般家庭的消费在支撑。还有呢，还有就是你们没有看到的，在背后大家都是用什么，知道？就是用一个很美丽的股市的那个表象来支撑这个虚假的泡沫。然后哪一天如果说 AI 泡沫真的发生了的话，他也不会觉得很奇怪。所以他是严重警告，美国的经济的虚实，并不是我们外表所看到的那么的实在。也就是如果川普再这样乱搞下去的话，那必跌，而且会跌得很惨。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